等待了31年之后，列宁现在终于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变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掌权的时刻，但是马上他发现问题来了。他面前摊着一堆文件，是新政府这一周接到的报告汇总。第一份报告是彼得格勒呢有3万吨粮食够吃6天，然后另一份呢，全国铁路网有60%的机车头无法运行。他再拿起第3份报告，乌克兰北高加索西伯利亚的白军正在拉起武装。然后下一份是英国军队已经在摩尔曼斯克登陆，然后再底下的那份说呢，工人代表团又来抗议了，工厂没煤，工人没工资。然后还有一份说的是克里米亚的农民拒绝交粮。像这样的报告还有几十份，他根本看不过来。那个在苏黎世咖啡馆等了30年的预言家，那个在4月车站跳上车说临时政府全是骗子的演说家，那个在10月革命之夜安静地切断了电话线就接管了一个国家的产品经理，现在看着面前这堆文件，他不知道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他一个都不知道。他过去30年读的所有的书，写的所有的理论，讲的所有的演讲，没有一篇告诉他，如果你接管了一个有6000万人口、10几个民族、几千公里铁路、几十万工厂工人、几亿亩耕地的国家，你应该怎么让这台机器继续跑下去？马克思的书、考茨基的书、普列汉诺夫的书都没说，就连他自己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他在1917年8月躲在草棚里写的，规划着夺取政权之后该怎么管理国家的书也没说。那这下糟糕了，做出一个被市场欢迎的产品和经营一家公司，这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更何况呢，这家公司才刚开业，周围就围了一圈债主，准备上来打砸抢。南边呢，旧军官邓尼金拉起了志愿军，从顿河流域往北推；北边和西北呢，由邓尼奇的白军在波罗的海一带集结；东边呢，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控制了整个西伯利亚，拉了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朝乌拉尔推。南俄海岸呢，弗拉格尔的部队正等在克里米亚，这个还只是俄国人打俄国人的部分。那外面的呢，英国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法国人在敖德萨登陆，日本人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登陆，美国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最高峰的时候，14个国家的部队踩在俄国的土地上。这个还没完，中间还夹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什么5万捷克战俘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造反，占了一条横贯整个亚洲的大动脉。1920年呢，刚刚复国的波兰人趁火打劫，主动入侵，一路打到了基辅，乡下还到处是绿军、土匪、地方军阀，没有人知道他们听谁的。有人统计过啊，内战最高峰的时候呢，布尔什维克同时面对的敌人在数量上是他自己军队的好几倍。一个脚跟还没站稳的小党军队只有10几万人，国库空的，工厂停的，铁路烂的，首都在挨饿。然后这帮人要面对一支由前沙皇军官、14国干涉军、波兰军队、捷克战俘组成的混合军团，所以按所有理性的分析，他们活不过1年。但是就算面对这么复杂的局势啊，布尔什维克的高层虽然手足无措呢，但是他们心中又充满了一种兴奋，因为他们终于可以验证过去这几十年所有的革命理论和理想了。那一开始呢，他们颁布了一份命令，红军实行士兵选举制，也就是说，部队的指挥官呢由士兵投票选出，军衔被废除，军官和士兵完全平等。这个命令充满了革命的底色啊，就是既然你看我们打倒了沙皇的等级制，我们的军队当然不能再有等级了，所有人都是同志，所有决定都民主投票。然后呢，这支民主军队上了战场。结果是什么呢？战场上白军一发起冲锋，红军这边就开始民主投票，我们要不要撤退啊？投票需要时间，讨论需要时间，等到他们投完，白军早已经冲到面前了。指挥官没有威信，因为他是被选出来的，士兵不喜欢就可以再换一个。命令没有约束力，因为每个士兵都觉得自己有发言权。布尔什维克成立的第1支正规军在乌克兰被一支只有他们1/3规模的部队几个小时就打散了，这个还只是开始。1918年初呢，布尔什维克想搞经济，他们的方案就是直接去推行共产主义，废除货币，取消工资，所有的东西按需分配。但是实际上，工人没有工资就不上班，工厂没有订单就停产，粮食没有价格就不流通，整个金融系统瘫了。1918年春呢，布尔什维克想接管铁路，他们派去的是革命工人代表，这些人懂工人的疾苦，但是不懂铁路调度啊。结果是什么呢？火车堵在火车站，信号系统失灵，没水，补给跟不上，1个月之内本来就
瘫痪着的俄国铁路网的运行效率又下降了一半。1918年夏呢，眼看没吃的了，布尔什维克决定征粮。他们派出的是热血的城里学生，这些人懂革命的理论，但是不知道一个农户家一年能打多少粮食。结果就是要么征不到，要么就征光了，农村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基层矛盾。你看出来了吗？这群人做什么砸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会。他们过去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批判旧世界，批判沙皇怎么压迫工人，批判资本家怎么剥削农民，批判旧军队怎么对待士兵。他们所有的理论、所有书、所有演讲，都是关于这个世界哪里错了。革命者的工作是推翻，但是重建那是别人的事情，直到他们成了那个别人。1918年的整个上半年，布尔什维克以一种荒诞的速度在丢掉一切。他们丢了乌克兰，丢了顿河流域，丢了乌拉尔以东，丢了整个西伯利亚，丢了北方的港口，丢了波罗的海。到了1918年8月呢，他们控制的领土只剩下莫斯科周围的一小块，大概是俄罗斯帝国领土的1/6。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当时所有的西方观察家给出的布尔什维克活不过1年的判断的原因。这个还不是悲观啊，这甚至是乐观，因为按照他们丢地的速度，你都别说1年了，应该再过几个月就差不多了。那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呢，列宁做了一个决定，他把军事人民委员会的位置交给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人。这个人不是军人，他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军队，没有打过任何仗，更没有受过任何的军事训练。他在欧洲流亡的时候跟列宁一样，是个写小册子的，是个演讲家，是个理论家。他叫列夫·托洛茨基。列宁知道托洛茨基不会打仗，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会打仗，但是列宁选他不是因为他懂军事，是因为他愿意学。接下来的几个月呢，托洛茨基要重新发明一件事儿，怎么打仗。1918年的3月呢，托洛茨基接手了军队。新官上任的第1周，他推开了一座监狱的大门，这里面关着的呢，全部都是刚刚被推翻的沙皇的旧军官。这位军队一把手啊，拉了把椅子，跟这群阶级敌人面对面的坐了下来。他虚心的请教了一个问题：你们看看啊，我们现在的军队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呢？对面的老军官们呢，听完托洛茨基那套人人平等、自愿参军、士兵投票选连长的建军理念，哭笑不得。他们告诉托洛茨基，你们这套玩法连个草台班子都不如，没有军衔，几千人在战场上听谁的呢？没有纪律，怎么拉步兵线协同呢？没有正规军官带队，那些文盲士兵连大炮怎么开都弄不明白。而且最要命的是，你们居然靠自愿来招兵。那些带着满腔热血的志愿者冲在最前面，2场仗打完就死光了，你们这支队伍也就断气了。老军官们的每一句话都扇在托洛茨基过去几十年引以为傲的革命理论上，但是托洛茨基呢，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没有反驳，他全听进去了。走出监狱呢，他立刻发了一连串让党内炸锅的命令，废除士兵投票，恢复上下级军衔，强行摊派征兵，再也不等什么志愿者。而且最夸张的是，打开牢门，把沙皇的旧军官重新雇回来带兵。同时呢，发明了上一集我们讲过的政委制度，在旁边拿着枪盯着他们。那这几道命令一出，布尔什维克内部就翻天了，骂他是在搞复辟，说他是把大家流血打下来的江山拱手又还给了沙皇的走狗。托洛茨基孤立无援的，那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挡住了所有的口水，那就是列宁。可是重写一个组织的底层架构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敌军并没有给他们时间，改革还在纸上，前线的防线已经像雪崩一样垮了。5月呢，5万多个捷克战俘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突然造反，几天之内就切断了这条横贯亚洲的大动脉。莫斯科派去镇压的红军走到半路，竟然跟着捷克人一起反了。6月呢，白军在南俄战场上势力做大，顿河流域陷入了混乱。到了7月，列宁的家乡新比尔斯克陷落，那这个是一个直击心脏的心理暴击啊！那几天呢，列宁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谁也不见。但是最痛的一刀扎在8月初，喀山丢了。喀山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当时沙俄倒台的时候留的大批的国库黄金，为了躲避战火，刚好被装在箱子里转移到了喀山保管。那现在城一破，白军连箱子带车拉得一干二净。然后后来呢，这批钱被运到了西伯利亚，成了高尔察克白军政权买炮买枪的最大一笔的启动资金。布尔什维克不仅丢了城，还亲手给对手送去了一座金山。跌入谷底的托洛茨基死死地盯着地图，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个无解的时间差。
他的大方向应该是没错的，请回旧军官，建立政委制，强行征兵，这些都是在打造一台能够长久运转的军队体系。但是这套结构性的重组见效太慢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他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长篇大论的改革蓝图，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他自己快速移动到任何危机点的工具，一个能让他在前线就地建立指挥系统的工具。那这个工具不可能是什么新发明，他没有时间发明，他必须是已经存在的，马上能用的，被人忽略的东西。你看，现在这个任务又回到了产品经理的舒适区了，他想到了火车。俄国有什么是现成的呢？铁路啊，沙俄留下来的铁路网虽然破，虽然60%的机车头都不能运行，但是它还在那里。它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太平洋，串联起了所有主要城市。托洛茨基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现成的铁路网，把火车变成一座移动的指挥中心。那就这样，一辆生锈的火车被推进了改装车间，几节车厢被装上钢板，加上机枪，还有印刷厂可以在现场印传单，印完就可以直接撒给前线的士兵，有电报室可以和莫斯科和各个战线实时通讯，有手术室能够现场救治伤员，甚至还有电影放映室能够给士兵放新闻，告诉他们前线打成什么样了。1918年的8月，这列被改装成变形金刚的火车从莫斯科出发，直接开往前线。在这类摇晃的装甲列车上，托洛茨基寝食难安呐。他死死地盯着地图，心里非常清楚，喀山如果夺不回来，布尔什维克就彻底完了。喀山是伏尔加河的枢纽，它是插在俄国心脏上的一把刀。白军只要顺着这条河往下走，莫斯科就无险可守。当车门打开，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画面，一片混乱，没有阵型，没有防线，没有士气，迎面撞上来的是一群被白军炮火吓破了胆，像无头苍蝇一样往后方疯跑的溃军。他们扔掉步枪，扯掉军衔，甚至有人为了逃跑在泥地里互相踩踏。与其说这是军队，不如说这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那面对这种大崩溃，托洛茨基下了狠手。当时呢，有一支部队叫彼得格勒游击支队，这可是10月革命的御林军呢，根正苗红的老党员。但是这帮人打仗打崩溃了，指挥官和政委带头，竟然直接抢了一艘伏尔加河上的蒸汽船，准备顺流逃跑。托洛茨基呢，立刻派自己的卫队开着炮艇追上去，把这艘船硬生生的给截了下来。所有的逃兵被押回岸上，托洛茨基直接设立了战地法庭，然后枪声响了。这支荣誉部队的指挥官、政委，还有那些临阵脱逃的带头人，全部被直接按在河岸的土墙上当场枪决。然后呢，托洛茨基抛出了一道后来成为整支苏联红军纪律基石的命令：我警告所有人，任何一个不管是团长还是政委，如果他的部队在他还活着的情况下退却，他就要被枪毙。恐惧瞬间压过了士兵对白军的害怕，这些吓坏了的人意识到往前冲可能会死，但是如果往后退一定会死。但是如果仅仅是靠傻冲是打不赢敌人的，托洛茨基还需要演示到底什么才叫进攻。白军其实就在对岸，甚至有好几次白军的炮弹就直接炸在了托洛茨基的装甲列车旁边，身边的参谋都吓坏了，拼命的劝他，您得撤啊，列车必须马上后撤啊。托洛茨基不听，他反而拔出了配枪，直接跳下火车，走到最前面的战壕里。就是这个戴着眼镜的最高统帅，就在流弹横飞的泥坑里和最底层的泥腿子士兵站在一起，他都不退，谁敢退呢？不仅如此啊，托洛茨基的列车简直就是个万能口袋。他不仅带来了督战队，他还带来了新鲜的黑面包，带来了士兵们最渴望的卷烟。一手是铁的纪律，一手是救命的面包。政委在后面盯着，最高统帅在前面陪着挨炮弹。就是这套粗糙的战术，把这群溃兵心里的火硬生生的重新点燃了。9月10号呢，奇迹发生了，红军在伏尔加河上调集了炮艇，对着喀山城头的白军阵地倾泻炮弹。步兵们踩着河滩的泥水往上冲，城墙上的白军就突然发现对面的红军变了，以前机枪一扫，这群农民就溃散了，但是现在呢，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跨过尸体，踩着泥巴继续往前挤。就这样，经过几天血腥的巷战，红军终于冲进城门，丢掉的喀山竟然真的被他们抢了回来。枪声停息之后啊，托洛茨基走在喀山满目苍夷的街头，他的内心发生了一场地震。
托洛茨基在1918年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党内最强的理论家之一，流亡欧洲的时候呢，写过几十本书，写过无数关于革命军队应该是什么样的论述。那这些书里说军队应该是平等的，说士兵应该选举自己的军官，说纪律应该来自于觉悟而不是来自于恐惧，这些理论都非常漂亮，非常革命，非常有道理。但是现在呢，他过去读的所有书，他自己写的所有的理论被现实打成了碎片，他必须做和他自己写过的道理完全相反的事，去枪毙逃兵，去雇旧军官，去用恐惧代替觉悟。他彻底看懂了到底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军队，最重要的什么叫实践。几个月前那群沙皇老军官在监狱里嘲笑他的每一句话原来都是对的。你发现了吗？托洛茨基是个真正的军事天才，但是他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当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的时候，他愿意低下头承认我不懂，我改。要知道绝大多数所谓的成功人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在现实里撞了南墙呢，第一反应永远是死鸭子嘴硬，他们会怪客观条件太差，会怪底下的士兵太蠢，会怪猪队友不配合，就是死不承认是自己的理论出了错。但是托洛茨基不是这样，他理解了必须用实践来指导理论，而不是反过来。那这套新理论随着他的装甲列车开始在整个俄国的版图上狂飙。在后来整整4年的内战里托洛茨基坐这类火车足足往各大前线出征了36次，火车的总行程超过了10万公里，相当于绕着地球跑了2圈半。俄国版图上哪里的防线被撕裂，这类火车就开到哪里。这36次出征绝对不是高官下基层的走过场，这是托洛茨基一次一次的在真刀真枪的实践。就这样，红军的阵脚慢慢的稳住了。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这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可以松口气了，相反，从正面的战场，从白军一面倒的摧枯拉朽，慢慢变成势均力敌的绞肉机的时候，就得想点别的办法了。白军的成分是旧贵族、旧军官、大地主。当他们打进那些曾经被布尔什维克占领过的村庄和城镇的时候，他们看着那些以前被自己踩在脚底下的农民，现在竟然分了地，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眼睛里全部都是仇恨。那就这样，白军在占领区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只要被怀疑同情布尔什维克，不管你是农民还是老师，直接拉到村口的树上吊死。在西伯利亚，白军的部队开过去，铁路沿线的电线杆上就会密密麻麻的挂满尸体。但是这个还不够，白军很清楚，在前线硬啃托洛茨基的装甲列车代价太大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去捅穿对手的心脏。于是呢，大批的特务、间谍、刺客伪装成普通人，悄悄潜入了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初秋的风已经有点凉了，列宁刚刚在米赫尔松的工厂做完一场动员演讲，工人们围着他，正准备送他上车。人群里呢，突然挤出一个叫卡普兰的女人，她是一名前社会革命党人，在她眼里，布尔什维克就是毁灭俄国的罪魁祸首。她拔出一把手枪，对着几步之外的列宁连开3枪，2颗子弹击中了列宁，1颗打在肩膀上，1颗差点打到肺部，停在了锁骨附近。列宁当场就栽倒在血泊里。同一天，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在当地最高的负责人乌里茨基在大街上被1枪爆头，这还得了吗？消息传回克林姆林宫，整个党中央气炸了。前线再死人就算了，现在连最高领袖都差点被人在首都的大街上明目张胆地开枪打死。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系统的残余势力正在用暗杀和恐怖手段想把我们干掉啊！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布尔什维克的高层达成了一个共识：对付恐怖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更加有组织、更加彻底的恐怖去碾碎它。那这种恐怖有个具体的部门名字——契卡。那负责契卡的人呢，是菲利克斯·杰尔任斯基。你去翻开这个人的履历你会发现他身上充满了反差。他出身波兰贵族，从小锦衣玉食，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呢，就是去当一个悲天悯人的天主教神父。后来参加了革命，被沙皇的警察抓进监狱，来回折磨，在大雪封山的西伯利亚流放，好几次差点把命丢在牢房里。但是现在呢，他手里握着全俄国最大的生杀大权，只要他在名单上画个圈，哪怕你是个再大的权贵，今晚也会凭空消失。党内的同志呢，私下里管他叫做铁石心肠的菲利克斯，而且在他家里
空空荡荡。他睡在办公桌旁边的一张窄小的硬板床上，一日三餐和最底层的士兵一模一样。他发下来的工资呢，全部被他原封不动地捐给了孤儿院。他不抽烟不喝酒，对金钱、女人和物质享受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那这种人往往是最让人害怕的，因为贪官你可以用钱去收买，权臣你可以拿利益去交换，只要人有欲望他就有软肋。但是杰尔任斯基什么都不要，他把自己的肉身、欲望和灵魂全部献祭给了一个抽象的词汇，革命的纯洁性。所以当列宁遇刺的消息传回卢比扬卡，布尔什维克通过杰尔任斯基直接签发了一道名为红色恐怖的法令。那既然叫恐怖，那就好办了，抓人杀人的标准被简化到了极致，看身份。你家里有前沙皇的书，抓；你家里曾经是贵族大地主，抓；你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或者仅仅是被邻居举报过对新政权发过一句牢骚，直接消失。仅仅1918年这一年啊，倒在契卡枪口下的人呢，据说高达几十万。就这样，前线有托洛茨基，后方有契卡，一个用大炮，一个用名单，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在干同一件事情，为这个摇摇欲坠的新生国家人工制造出一种他出生就缺的基因。这种基因的名字呢，叫做服从。可是光靠杀人抓人，国家这台大机器就能转得起来吗？当然不行，前线的红军要吃饭呢，城里造子弹的工人也要吃饭，但是国库是空的，工厂停摆，几百万人的口粮从哪儿来呢？问题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面对这么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布尔什维克其实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问题是，前线的炮声不给他们关起门来慢慢算账的时间，而且更要紧的是，他们就算想现学都找不到师傅。国家马上就要断气了，他们必须立刻动手做点什么。这群人呢，就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和脑子里的理论，硬着头皮拍出了一大堆应急的解决方案。一场名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社会实验开始了。到了1919年初，前线的消耗已经把中央的粮库彻底掏空了。于是呢，一项原本只是临时应急的粮食专政被升级成了更残酷的余粮收集制。那这个政策的本意只是拿农民多余的口粮，但是实际上呢，几乎所有的村里都会来一支全副武装的征粮队，要求拉走全村的存粮。村民们只能跪在地上求他们，你们全拉走，这个冬天大伙都会饿死。但是征粮队可能这辈子连麦子是怎么长出来的都没见过，根本不懂。你今年把种子粮拿走，农民明年就连地都种不了。他们只知道前线在流血，这个是革命的需要。战时共产主义确实把粮食送到了前线，喂饱了红军，但是就在这同一时刻，他也正在把那些曾经最拥护他的底层老百姓硬生生地逼成不共戴天的死敌。农民的粮食被抢光了，冬天活不下去，那就只能拼命了。光是1920年到1921年，坦波夫这一个省就有5万多活不下去的农民拿着草叉和旧步枪造了反。好了，那解决了粮食，工厂也停了怎么办呢？那就把全国的工厂全部收归国有，把以前的老板赶走，换上根正苗红的老党员去当厂长。但是结果呢？老党员会搞阶级斗争，但是他不懂进货渠道，不懂生产排班，搞不清楚供应链，3年不到，全国工业产量掉的连战前的2成都不剩。你说货币贬值，那就干脆不用钱。到了1921年的卢布变成了一堆废纸，那怎么发工资呢？国家直接发实物，干1天活就发你一兜面粉、几把盐、半块肥皂，而且这活不由得你选，国家让你挖煤你就得去挖煤，让你去修铁路你就得去修铁路，全民强制劳动。你看，就4个字，干了再说。这个不是在治国，这还是在用做产品的思维去解决运营公司的问题。一个产品经理遇到了 bug， 本能的反应就是打补丁，但是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国家，它不是一个程序啊，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系统。用这种方式去经营一个国家，结果就是整个系统的大面积坏死。但是在1919年的当口呢，布尔什维克的高层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思这些，因为他们正在陷入一个自己把自己锁死的恶性循环。不懂经营，所以经济崩盘，粮食短缺；因为粮食短缺，所以必须派征兵队去农民手里强征；因为强征呢，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你想想，当国际社会看到契卡在地下室里杀人，看到征粮队在农村抢劫，布尔什维克的国际形象是什么，你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是系统性的恐怖，他们组建了共产国际，公开支持全世界的工人都起来革命，推翻他们的政府。那对于欧洲的精英阶层来说，虽然白军的白色恐怖甚至更残暴，但是白军的刀毕竟只杀外人呢，而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要烧了他们的房子。于是呢，
更多的钱被送给了白军，更多的干涉军开始在港口登陆。不光英国人、法国人来了，就连日本也派了整整7万大军在远东的海参崴登陆，摆出了一副要把西伯利亚吞掉的架势。可是外敌越是赤裸裸的支持白军，布尔什维克就越是有理由告诉国内的人民，你看啊，这不仅仅是内战啊，这是14国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他们要联手绞杀俄国。于是呢，布尔什维克只能变得越来越极端。在这场疯狂的博弈里，布尔什维克其实是在玩一场赛跑，他们把整个俄国的底层社会当成了一个巨大的血包。托洛茨基现在的身份其实是一个能量转换器，到底是后方的血包先被吸干导致系统爆炸，还是前线的红军先利用这些鲜血转化成的战斗力把敌人彻底赶出去呢？这个赛跑赌上了一切，为了赢，托洛茨基不再争论什么理想了，因为在前线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办公室里，列宁和托洛茨基盯着墙上的那张地图，那张地图看起来已经很糟糕了。南边的邓尼京呢，主力已经推到了图拉，图拉距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骑兵跑快点那也就是1天的事儿。西北边呢，尤邓尼奇的部队已经站在了圣彼得堡的郊外，站在高处甚至能看到东宫的尖顶。东边呢，高尔察克的残部正在西伯利亚拖延着红军的兵力。当时全世界得出的结论几乎都一模一样，布尔什维克最多还剩1个月。列宁这个时候抬着头看了看托洛茨基，问了一句：“我们还撑得住吗？”托洛茨基想了想，看着列宁的眼睛，回了3个字：“撑得住。”他的底气是什么呢？第一，白军虽然看着人多，3路逼近，但是他们互相之间隔着几千公里。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邓尼京在南方，他们之间连个电话都打不通，根本没有办法协同。而布尔什维克虽然被包围了，但是他们占领着圆心的位置，圆心的位置就意味着那套还没有彻底瘫痪的铁路网。托洛茨基手里有火车，他可以把有限的红军先调往南边，打掉邓尼京，然后呢，再利用铁路火速拉到西北去挡尤邓尼奇。他是在用速度去弥补数量。第二个呢，他脑子里浮现出了一大批这些年在实战里冒出来的天才，比如说第1个图哈切夫斯基，那个时候他才26岁，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党内呢叫他红色拿破仑。1920年刚刚复国的波兰军队趁火打劫，一路打进了乌克兰。莫斯科把图哈切夫斯基派去当西方面军总司令。这个26岁的年轻人接手之后，直接带领着红军一路向西狂飙，兵锋直指波兰首都华沙。他的算盘打得极大，只要拿下华沙，把资产阶级这道防火墙捅穿，革命的火星就能点燃德国的干柴堆。但是他在这场狂飙里摔了跟头，因为跑得太快了，红军的补给线被拉得太长，波兰人在维斯瓦河抓住了这个破绽，一刀切断了红军的后路，几十万红军被打散被俘虏。这个是整个苏俄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吃过最大的一场败仗。那如果是个普通的将领打了这么大的败仗，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推脱。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呢，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写了一份复盘报告，他没有甩锅给任何人，他在反思是我太贪图速度了，我低估了对手的抵抗意志，我的步兵和炮兵脱节了。他咽下了这场失败，然后从这堆教训里慢慢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作战理论——大纵深作战。10几20年后，正是这套理论成了苏联红军能顶住纳粹德国的底层理论。第2个，布琼尼，他没什么文化，是个留着大胡子的哥萨克。在那个大家都觉得机枪面前骑兵已经过时了的年代，他偏偏拉起了一支由老农民和旧骑兵混编的部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第1骑兵集团军。布琼尼看准了俄国战场上的一个系统漏洞，在铁路瘫痪的战场上，谁的机动性强，谁就能赢。他的骑兵集团军不修战壕，不打阵地战，他们可以在3天之内长途奔袭300公里。当白军还在前面修筑防线的时候呢，布琼尼的马刀已经从几百公里之外的后方砍断了他们的补给线。那后来呢，托洛茨基把这支部队当成了全军的救火队长，哪里需要撕开敌人的阵型，布琼尼的骑兵就会出现在哪里。第3个，布柳赫尔，在内战刚刚开打的时候，他带着一支孤军在乌拉尔山脉的原始森林和冰天雪地里，一边打仗一边找出路，徒步穿行了1500公里啊！最后奇迹般的把部队完整的带回了根据地。就是因为这件大功，列宁亲自把苏俄历史上第1个红旗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口。当然，名将不止这几个，还有那个在克里米亚半岛全歼弗兰格尔白军的伏龙芝，还有更多在各个战场上立功的将领。这个也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在万般逆境当中最幸运的事了。虽然缺油少粮，但是当时的苏俄有一大批最顶级的传说级名将。
这个就是托洛茨基敢跟列宁说撑得住的底气。但是除了这些将领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人在默默地铺路。2年前呢，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马上就要断粮了，粮食都在伏尔加河的下游，在一个叫查理京的城市周围。可是白军正在逼近查理京啊，如果这座城丢了，粮食运不上来，首都几百万人就得活活的饿死。列宁呢，急需一个去当地督办粮食运输的钦差，他派了一个在党内资历不算太深，平时话也不太多的人，这个人叫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拿着督办粮食的条子到了查理京，但是他一下车就发现这根本不是几袋麦子怎么装车的问题。这座城市名义上有红军驻守，有指挥部，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已经烂透了的半瘫痪系统。前线的指挥官互相不买账，仓库里的粮食被偷偷倒卖给黑市的商人，城里到处都是白军的眼线，当兵的呢连枪都懒得擦了，几乎都要哗变了。那如果换成是托洛茨基，他可能会立刻整顿军纪，但是斯大林没有。斯大林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清场，他直接越过了所有的条条框框，在城里强行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委员会，然后自己呢做头把交椅。然后他开始下发一系列没有半点商量余地的死命令，发现有倒卖粮食嫌疑的商人不审判直接抓，觉得有政治委员态度动摇不约谈直接撤职，怀疑有人私通白军不用证据直接处决，甚至为了彻底扫除那些托洛茨基拉起来的对他指手画脚的前沙皇军官呢，据说斯大林直接下令把这些啰嗦的家伙全部装进一艘船，开到伏尔加河的中央凿沉，一整船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爬上岸。这种手段太过激了，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儿，就过了几个星期，查理京的混乱被硬生生的压住了，没有人敢倒卖粮食，军营里安静了，装着麦子的火车开始一列一列的发往莫斯科。稳住阵脚之后呢，斯大林干了第二件事情，他一把推翻了查理京的城防。当时城里的职业军官给出的方案是分散防御，就是把兵力撒在城市外围的各个据点里，那这个是军校教科书里的标准打法。但是斯大林看着地图说，不行，把外面的人全部撤回来，全部给我守市中心和火车站。军官们就急了，这个是兵家大忌啊，外围就这么放弃了还得了吗？但是斯大林心里有他自己的道理，分散防御呢听起来很高级，但是他需要一个高效的通讯和协同系统，而查理京现在这个烂摊子根本打不了这种高级仗。集中兵力死守虽然笨，但是这是唯一能让混乱体系勉强发挥出火力的办法。不过事实证明啊，后来斯大林的策略竟然真的顶住了白军的3次大规模的猛攻，查理京没丢，莫斯科等来了救命的面包，这场保卫战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是托洛茨基不开心了，斯大林在这里干的事和他的底层逻辑是完全反着的。托洛茨基是怎么建军的？他用懂技术的旧军官，用严格的条例去约束，他是在搭建一套专业的制度。而斯大林呢，他坚信在极端的混乱当中，只有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靠着绝对的威慑去碾压一切，这个才是有效的。所以你就能想象查理京发生的事情传到托洛茨基的耳朵里，他气炸了。斯大林，你才几斤几两啊，就敢跟我对着干？那这种土匪一样的做法是在亲手毁掉红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专业化体系。如果放任不管，军队就会倒回那种毫无章法的乌合之众的状态。托洛茨基一通电报打到了莫斯科，直接向列宁告状，要求把斯大林弄走。那列宁呢，权衡了利弊，为了保全大局，他把斯大林调离了查理京。在当时所有人的眼里，这场内斗斯大林输了，但是斯大林记下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验证了在混乱当中，只要下手够狠，权力够集中，就能够压住一切。他确信这招以后一定还能用。然后呢，他坚信托洛茨基那套靠旧军官的打法迟早会出大问题。这句话他当时没说，但是他记在了脑子里。1919年初呢，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他不再带兵打仗了。党中央给他安排的全是一些没有人愿意干的，像弼马温一样的差事，管理党的内部档案、人事调动、会议记录。而此时此刻远在前线的托洛茨基呢，也很快的就把这个管档案的小角色忘到了脑后。他不得不忘，因为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必须把所有的心智和精力全部砸向那个快要崩溃的前线。那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托洛茨基的那列装甲火车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四处救火，左冲右突，终于渐渐的，托洛茨基领导的攻势开始在整个俄国的版图上产生连环爆炸的效果。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是东线，图哈切夫斯基在乌拉尔山脉打穿了高尔察克，那支看起来最像样子的白军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溃败当中变成了难民。
1920年初呢，高尔察克被处决，东线的主力威胁清零。紧接着呢，南线的邓尼京在布琼尼的铁骑冲锋之下防线碎了，几十万白军的残余退到了克里米亚半岛，最后只能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逃跑了。那甘蔗军这边呢，在北线，一支外号北极熊的美军远征队协同英法部队，在冰天雪地里和红军苦战了整整1年。最后在1919年被迫撤离。在远东呢，日本仗着兵多将广，一度投入了7万兵力，结果有数千人死在西伯利亚的冰雪和红军的枪口下。直到1922年也没能如愿吞下远东，只能灰溜溜的撤兵。就连那支在内战初期不可一世的捷克军团，也在伏尔加河流域被红军打掉了4000多人，最终放弃了战斗，分批坐船离开了俄国。仗打了3年，甘蔗军死了好几万，却发现自己既没能扶起任何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白军政权，也没能从俄国的崩溃当中捞到任何好处。那到了这个时候，这14个国家才开始算另外一笔账，他们发现干掉布尔什维克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那个是192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整个欧洲都已经流干了血，英军和法军早就打够了，他们不想莫名其妙的再死在异国他乡。当时在伦敦、在巴黎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大罢工，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继续在俄国内战里面烧钱死人，他们自己的系统很可能就会先要爆炸了。战火停了，曾经喧嚣的14国联军，气势汹汹的白军将领全部消失在了地平线上。但是西方真的就这么放过了苏俄吗？当然没有，又害怕又打不死，那怎么办呢？西方就只能把苏俄当成疫情来处理了。那这套逻辑在当时的国际政治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防疫带。第一招，隔离。与其自己派兵进俄国的泥潭里面去抓病毒，不如在俄国周围扶持一圈免疫国家，把病毒挡在里头。那1-2年里啊，俄国周边的波兰、芬兰、波罗的海3国，这些原本属于沙俄的领土，在西方支持下纷纷的独立，迅速拿到了英法的武器和贷款。任务呢，只有一个，当好欧洲的看门狗。第2招，封锁。禁止任何商船进入苏俄的港口，禁止任何银行给苏俄提供信用贷款，甚至连苏俄手里那些从沙皇国库里继承的黄金，西方银行也拒绝承兑。西方在等着苏俄的经济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面自我窒息。第3招呢，假装你不存在。巴黎和会没你的份，国际联盟不带你玩。西方正要在公开场合谈论到俄国的时候，语气就像在谈论一个被关进精神病院的疯子。西方撤兵的时候，心里就在冷笑，就算你们守住了莫斯科又怎么样？你们关在一个家徒四壁的黑屋子里，我看你们还能撑几天。但是回到隔离带之内，列宁和托洛茨基赢了，他们从死神手里硬生生地抢回了这个国家的控制权。但是这个真的能叫胜利吗？整个俄国与其说是一个新世界，不如说是一个大坟场。这几年的赛跑步子扯得太大了，为了喂饱前线的红军，农村已经被搜刮的连一粒种子都不剩了。那现在外敌退了，原本维持这个系统的极限压力状态突然一松，身体里所有的内伤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在离彼得格勒不远的海面上坐落着喀朗施塔德要塞，这里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命根子啊。短短3年前的报纸上，列宁还把这里的水兵称为革命的骄傲和荣耀。确实，1917年冲进东宫的是他们，在内战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刻挡住白军的也是他们。在布尔什维克的系统里，这群水兵是最核心、最忠诚的左膀右臂。但是就在1921年的春天，他们反了。他们不是被白军收买了，他们甚至还穿着当年的旧军装，胸口还别着红旗。他们起义的原因就是因为失望透了。这些水兵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内战打完了，他们回了一趟家，他们发现家里被搜刮的只剩下了墙皮，他们听到了家乡父老的绝望，看到了看不到头的坟堆，他们发现自己流血打下来的江山并没有变成承诺当中的乐土。于是这群革命的孩子写了一份宣言，这份宣言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耳光抽在克林姆林宫的脸上。他们说，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苏维埃，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啊！他们还喊出了那句最要命的话，我们要的是列宁，是革命当初承诺给我们的东西。当这份宣言放到了列宁办公桌上的时候，列宁看懂了，在你最重要的人的眼里，你已经变成了当初你们最讨厌的样子。最后镇压的任务交给了同一个人，托洛茨基。又是他，又是那列装甲列车，但是这一次火车开往的不是白军的防线，而是自己人的要塞。
芬兰湾的海面上结着厚厚的冰，那些曾经跟着列宁冲进东宫的水兵，此刻正趴在喀朗施塔德的城墙上，盯着远处白茫茫的冰面。在那里，有一支部队正踏着冰层，悄无声息地向要塞摸过来。那是红军呐，那是他们曾经拼死效忠，甚至视为生命的军队。此时此刻，这支军队受命来清理他们这个 bug 了。3月18日的清晨，炮击开始了。这场战斗持续了10几天，冰面上铺满了白色的尸体，鲜血把原本纯净的芬兰湾染成了触目惊心的暗红色。喀朗施塔德起义就这么被镇压了。这次进攻呢，在军事上非常成功，10天时间，要塞被攻克，起义被平息，是一份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胜利报告。但是此时的托洛茨基呢，坐在他的装甲列车里，对着这份报告发呆。他写了几个小时，他想为这场必要的胜利找到一个合适的措辞，但是每写一句他就划掉一句，最后他只能把这份他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的报告交了上去。当这份报告送到莫斯科，送到列宁的办公桌上的时候呢，列宁没有去看那些伤亡的数字，他只是推开了窗户，听着外面莫斯科街头死一般的寂静。他知道这台名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机器已经把所有的燃料都烧光了，他现在的确是赢了所有的敌人，但是如果再继续这样跑下去，下一个敌人就是当初最支持我们的人民。于是深思熟虑之后呢，列宁做出了一个他一生当中最勇敢的决定，我们要推翻我们自己。党代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列宁把托洛茨基叫到了办公室。这是2个共同把俄国从废墟里拼起来的人。过去4年，一个在前线杀人，一个在后方算账，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坐下来，像在苏黎世的咖啡馆里那样心平气和地抽根烟。列宁呢，默默地递给了托洛茨基一份文件，托洛茨基扫了一眼，整个人愣住了。这份文件里写的东西，每一个字都让人不敢相信。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剩下的粮食，允许私人经营小工厂，甚至允许外国资本进俄国来开矿办厂。托洛茨基抬着头看着列宁说了一句话：如果2年前我们在会上提这些，你会把我当成反革命毙了。列宁呢，没有反驳，他只是说了一句：我知道。托洛茨基又说：党内会炸锅的，没有人会同意的。列宁呢，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段让托洛茨基记了一辈子的话。他说：列夫，我们的同志死在前线的，死在饥荒里的，死在内战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守住一套错误的方法论才去送命的，他们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活下去。如果我们发现方法错了，我们就得换，这个不是软弱，这个是对死去的人最起码的尊重。托洛茨基没有再说话。第2天呢，党代会开幕了。列宁在讲台上抛出了这个叫新经济政策的重磅炸弹，底下的干部们全部都呆住了。那个年轻的理论家布哈林呢，直接从椅子上跳起来质问：我们流了4年的血，难道就是为了把资本家请回来吗？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怎么现在开始搞资本主义了？列宁呢，在讲台上回了一句定调子的话：我们要后退1步，是为了将来能前进2步。新经济政策正式生效了。这一刻，你发现了吗？当初列宁读懂了俄国人的痛点，于是设计了土地和平面包这个产品方案。他做了精准的发布，策划了10月革命。他甚至做出了痛苦的止损，签了布列斯特条约。在做产品抢市场这个阶段，他是这个星球上数1数2的大师。但是夺取政权之后，他面临的问题，他不再是做产品了，他是在经营公司。经营公司是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能力，它需要供应链管理，需要现金流，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需要细致到每一颗螺丝钉的组织。这些东西里没有英雄主义，没有戏剧冲突，没有那种让全场欢呼的演讲时刻，他们枯燥、复杂、琐碎。而列宁呢，他之前从来没有经营过任何东西，他在欧洲流亡了17年，这17年他干的全部都是理论、宣传、组织和政治判断。他从来没有管理过一家工厂，没有运营过一个银行，他甚至连一个小超市都没开过。所以那个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在恐慌当中拍出来的应急方案。我管不过来市场，于是我就消灭市场。我不知道怎么让粮食流通，那我就派人去抢。这个不叫治国。我们拿托洛茨基的装甲列车来说，同一套铁路在沙皇手里是崩溃的运输线，但是在布尔什维克手里变成了胜利。为什么？因为在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能够驾驭的只是工具型资源，铁路、红军、契卡这些东西是工具。工具的特点是你只需要下达明确的指令，只要你的控制力足
足够的强，它就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冲锋去调度。那这种目标导向、不择手段、集中突破的方法论，在工具上是有效的。但是工业、农业、货币、人心，这些是系统性资源，系统不是工具，系统是活的，它需要平衡，需要长期稳定的预期，需要节制，需要你在某些时候不去干预。那列宁是少数几个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革命家，这种愿意推翻自己的能力才是领袖和普通人的分水岭。相比他在1917年写的《国家与革命》，新经济政策一点都不漂亮，一点都不革命，甚至很打脸，但是他给已经快成一具尸体的俄国重新注入了生命力，承认自己有边界，承认方法论有局限，这个是这个党在那个阶段做出的最伟大的让步。但是这个让步来得太晚了，在这场大转变之后的第2年，1922年的5月，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清晨，列宁从睡梦当中醒来，他下意识地想伸手去床头拿杯子，却发现自己的右手怎么都使不上劲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他的家族里，父亲和兄弟姐妹很多都死于脑血管疾病。他心里清楚，这个他从一战的废墟里一砖一瓦拼起来的国家，他已经没办法再亲自握住方向盘了。接下来的2年呢，他会躺在病榻之上，用口述的方式继续试图纠偏这个国家。他会想起一个档案室，然后写下一份遗嘱，在这里面呢，会留下一句警告：有一个人绝对不能让他拿到权力的最高位置，那个人太粗暴，那个人不懂妥协。但是这一次是这个17岁就能预言一个帝国命运的预言家最后一次预言了。